果今天你发现你自己的英文学不好，可能不是你的问题。是真的用错了一个学习的英文的方式，我不要再只是文法听力口说了，你可以把你的兴趣结合在英文里面。我会说很突发奇想、很创意的学习英文的方式。来到 IOC 的时候，一定要体验像这样子的教学模式。Hello， 大家好，我是 IOC 的 Ingrid， 感谢 Study DIY 今天的邀请，来跟大家分享 IOC 加拿大跟澳洲的资讯。好，一开始的话可以请Ingrid简单介绍一下 IOC 在加拿大还有澳洲这个校区的地理位置吗？我们 IOC 加拿大在目前有3个校区，分别是温哥华、多伦多跟蒙特楼。那在澳洲的话，我们有5个校区，分别是雪梨、布里斯本、墨尔本、阿德雷德跟珀斯。那可以特别跟同学们分享说，如果你有喜欢像是那种欧洲风格建筑的地方，我们就蛮推荐像蒙特楼校区的，因为蒙特楼就是一个法语区，对，所以就是很漂亮、很有欧洲氛围感的地方。那如果喜欢那种海边的校区啊，就是到海边很方便的话，我们也非常推荐珀斯校区，像雪梨啊、布里斯本、墨尔本，我们都会是在很市中心的那种大楼的里面，所以同学们课后都会非常的方便。那阿德雷德，我们是在阿德雷德大学的对面，这一个大学城的感觉，所以如果有很喜欢那种大学氛围感的同学，我很推荐澳洲的阿德雷德校区。我觉得不同的国家，我觉得氛围感第一个就差蛮多的。会去澳洲的同学应该都会是那种比较喜欢那种活泼一点的氛围感，所以我觉得相对我们澳洲的校区的那个整个感觉就是比较活泼，不会那么的那种有学术压力的感觉。那加拿大来讲的话，蛮多学生可能是第一个主要的重点可能是想要去升学，想要去为后续做更高的高等教育，所以加拿大校区如果是比较偏重什么学术感的啊，然后或者是做那种雅思的准备啊，像在加拿大校区就会还蛮多像这样的学生。那我自己会蛮想要推荐的校区，我第一个会很想推荐的是我们温哥华校区，因为我们温哥华校区是我们的创始校区，到现在已经有33年的历史了，然后也是我们开课最多的一个校区，因为我们温哥华校区的学生人数平均其实都有在700-800个学生以上，所以学生人数多，开的课程也很多，那学生可以选择的课程也会变得很多。那澳洲的话，我自己是非常推荐阿德雷德校区。第一个点是阿德雷德最近有被票选为就是世界前10大漂亮的城市之一，所以我觉得我们既然在阿德雷德有校区，那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然后另外呢，我们的阿德雷德校区的位置的地理位置也非常好，就是临近就是阿德雷德大学，我觉得那个环境是一个非常有学生的那种活力感，吃喝什么都很方便，因为它就在大学的旁边嘛，所以相对来讲，它的生活机能也都非常好。那学生宿舍的话有什么特色吗？那我们的宿舍，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我们的价钱的范围很广，我们从便宜的宿舍，就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宿舍，到一些比较高价位的宿舍，其实范围都有。那我里面我会最推荐的是加拿大，我们有一个叫做 co-living 的宿舍类型，我会很常介绍说，它很像是一个 homestay， 但是没有 home 爸 home 妈在管，所以同学会自己享有自己一整个 house， 然后你会有个可能5到6个室友，那你有自己的房间，然后跟大家一起共用客厅、共用厨房，然后共用那个洗衣间，所以会很有那种家庭的感觉，所以你又不用担心说我去外面租房子遇到一些诈骗问题。那透过学校这样 co-living， 你可以抢先体验到那种我跟人家在校外租屋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然后价格相对那一种饭店式管理的宿舍又便宜非常多，快要1半，所以我觉得会是一个刚初来乍到一个地方很棒的一个开始的起步的住宿选择。那IOC 的校内的话，就是各校区的话是有哪些设备可以让学生使用？像我们的每一个教室当然都会配有是电子化白板，那我觉得很大一个特色是我们很多校区都有备有那个大台的意式咖啡机，对，因为我们有咖啡烘焙的课程、咖啡艺术的课程，所以可以直接在那边拉花，然后那些学生会把咖啡拿出来卖就1杯1块钱，然后卖给班上的同学这样子。对。那学校淡旺季大概学生人数还有学生的国籍比例？其实 IOC 我们的校区这么多嘛，那我们在加拿大的淡季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是冬天的时候，那学生人数大概会是在300-400个学生左右。那如果是在旺季的时候，我们会到700-800个人，甚至有的校区学生人数会破1000都会有。然后另外就是讲西班牙文跟葡萄牙文的学生，我会觉得在整个 IOC 的校园里面算是还蛮多，像是巴西啊、葡萄牙、墨西哥啊这些学生的人数还蛮多的。那第2个阶段的话，可能就是韩国、日本的学生。那澳洲来讲的话，就会比较平均一点点，会是在600-700个学生左右。澳洲的国籍比例会再更多一些丰富的，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泰国啊、越南啊，所以我们也会更多的东南亚的学生这样子。然后请问一下 Ingrid， 就是 IOC 的课程哪些特色是可以吸引学生的？其实 IOC 一直以来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们的课程有非常多样，我们有超过100多种的课程可以让学生做选择。那我们整个 IOC 里面我们分成10个等级，所以这10个等级里面都有符合每一个程度的学生可以上的课程。那另外来讲的话，我们加拿大东岸的法语课程也是一个很热门的点，就是第一个，我们跟在法国学法文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在蒙特楼学法文也可以同时学英
英文。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法语的完全初学者，就是你完全零基础的话，我们很推荐从蒙特楼开始，因为你一开始还可以用英文来救自己一下，就不用说一个是全部都是法文的环境会很可怕。所以你可以选择半天英文、半天法文这样的课程，在我们蒙特楼非常流行。然后法文程度慢慢提升之后，你再把全部的课程转为法文课程，像这样子的安排模式，在蒙特楼其实是还蛮受欢迎的。那在澳洲，我们非常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时段非常多可以做选择。在 IOC 里面，你可以依据你自己的时课表，然后依据你学习的喜欢的方式风格来决定你要排哪些课程，跟你要在哪一个时段上课。像现在我们的加拿大校区就有一个蛮新的课程，就是用4周跟6周这样的课程的时间就可以拿到一个证书。对，因为现在我们有发现蛮多可能上班族有那种短期的留职停薪的机会，然后我们课程的内容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我们开了36门的课程，对，所以不用担心没有符合你的兴趣或是你想要的课程。那另外我们还有像 RO 课程，就是如果你在抽打工度假签证上面有一点受挫，透过 IOC 的协助，我们可以让你拿到那个 RO 的赞助信，然后让你拿到打工度假签证。IOC 是否有些特殊的教学方法或是学习资源是可以让 IOC 在这么多语学校当中可以脱颖而出？IOC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走这种自编教材的部分，所以我们有和一些牛津的教材做合作，然后我们搭配我们自己老师们自己编的教材来做一个配合，所以每一个同学都会有一个外面买不到的教材，然后我们会再搭配我们线上，我们每一个新的同学都会获得一个叫 Microsoft 365的系统，所以每个同学在这个系统中，如果学校有老师有一些课后要同学们加强辅导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透过 Microsoft 365来传递一些新的资讯给同学，所以搭配线上跟线下的教学，然后一起让同学可以在整个学习里面是很丰富的体验这样子。请Ingrid分享一下学校的师资团队有具备什么样的特色吗？在 IOC，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是一个已经有33年历史的学校了，所以我们在 IOC 里面的老师都是非常非常资深的。那我们也都会使用的是业界的老师，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艺术学英文的课程，对 English through Art。那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的老师就是当地的一个画家来教的，所以我们不是请一个普通的英文老师来教大家艺术相关的东西，而是请一个专业的画家、艺术家来进学校来教学。那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受欢迎的课程，就是透过瑜伽学英文，就是 English through Yoga。那我们就是请当地一个非常知名的瑜伽老师进来学校里面来做教学，所以在 IOC 里面，你真的可以学到的英文是非常丰富多样之外，又最贴近当地真的加拿大文化的这些英文。好，那针对想要去加拿大打工度假的学生学校这边有提供什么样的就业协助或是工作机会？在学校里面，我们每一个月我们都会有一个叫做 Activity Calendar 的东西。那在这些活动里面，同学就会注意到，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活动叫做 Job Club。对，就是这个 Job Club 里面就会教同学们怎么样写履历，怎么样去做面试，然后怎么样子把自己的履历写到让人家真的想要认真想要看进去，然后怎么样去创建那种网络上的这种求职网站的账号密码啊，然后怎么样把自己的整个履历设计的很有特色，然后让人家想要看，这些东西都会在我们的 Job Club 里面教学。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会邀请已经找到工作的学长姐回来我们的学校里面，跟同学们去分享一些他们当初找工作比如说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然后遇到了什么样特殊的状况啊，可以跟同学们做一个直接面对面的分享，让你之后去找工作有一个心理准备这样子。那学生在 IOC 学习的同时的话，还能够体验到什么样的文化和社交活动呢？在 IOC 里面，我们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课后活动，我就觉得非常推荐同学刚去到学校的第1个月，其实都可以跟着学校玩，因为我们第1个月对当地其实还不是很熟悉嘛。那我就会发现学校的活动其实有一点点像是带同学去认识这个城市，所以比如说我们会带同学到当地知名的冰淇淋店，所以我觉得第1个月的活动是很鼓励同学们去参加的。接下来是可以请Ingrid就是谈谈自己对 IOC 的看法。我首先要说这题问我就对了，因为我本身13年前也曾经是 IOC 的学生，对。那我会说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到现在出差回到学校，我还会看到我13年前的老师，他还在教学，对，所以就是可以证明 IOC 老师的流动率是真的很低的。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你在 IOC 里面，你在从很初阶，你的英文还很初阶的时候，我们有听说读写这样子分开的训练，也可以，我们有一个叫 Foundation 的课程，就是听说读写一起上，一起做提升。那当你今天英文程度提高之后，就会觉得说，哎，我既然今天英文变好了，那我想我是不是可以透过英文来学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不要再只是文法听力口说了，你可以把你的兴趣艺术结合在英文里面。我会说很突发奇想、很创意的学习英文的方式，所以欢迎来到 IOC 的时候，一定要体验像这样子的教学模式。那在Ingrid的观察中，就是学生在 IOC 学习后会有怎么样显著的进步？那在 IOC 里面，我们的老师其实
世界各国都有，所以各个国籍可以让同学去体验不同的腔调，所以你可以了解不同国家讲英文的方式。我们很多同学的反馈告诉我们是说，他1-2个礼拜开始，他就敢自己主动发言讲话了，因为发现不讲话就没机会了，因为班上其他同学都在讲话，所以那个氛围感是很强很好的，就是他的学习的风格就跟在台湾很不一样了。你发现你自己的英文学不好，可能不是你的问题，是台湾的教学方式可能不太适合你，真的很建议同学们可以来到 IOSC 来让你的英文再重新翻新一下，这样子。Ingrid 有什么就是关于学校未来的最新发展或者是规划，就是可以要分享的吗？想要分享的是我们在明年2025年，我们的温哥华校区会有一个全新的校舍，会是在一个很高级的地方、很漂亮的地方。所以如果想要体验全新环境的同学的话，明年一定要入学哦。感谢同学们今天的收看，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到 Study DIY 做更深入的咨询。那期待在加拿大跟澳洲见到你们哦，拜拜。